慢点。我们怎么走到这儿来了？我带你醒醒酒，免得回去被人瞧出来，惹出什么事端。来。玉儿，别怪我啰嗦，以后切记不可这么贪杯。莫要忘了，你自己是女儿身。我是喝了葡萄酒，想起了小时候的事，一时感怀，多喝了几杯。多谢裴郎君提醒，是我的疏忽，差一点就贪杯误了事。还有一件事，你得时刻记得，千万不要与太子殿下走得太近，也不可像今日这样与太子殿下饮这么多酒。贪杯误事我明白，可我为什么不可与太子走得过近啊？太子仁厚，你不是也一心想辅佐殿下吗？莫非你也和我阿翁一样，不想我牵涉到太子和曹王的争斗中，怕我有危险？谁对我就帮谁，我不怕。你说的对，也不对。我不只是担心你卷入宫斗，还有什么呀？你倒是说呀！平素里跟我掐架是毫不嘴软，今日怎么这般磨叽？太子殿下对你印象很好，一直以为你是男子，有意调你去东宫净身服侍，到时候会有诸多不便。之前我不是还给你换过药吗？能有什么？你要真成了太子身边的人，万一到时候服侍沐浴更衣、卧床起居，你该怎么办？我就没想到这一层。哎呀，我压根就没想过去东宫，我得在上服局待着。你真是让人琢磨不透。可能你从小假扮衣冠，在博禄院长大，自然是比普通女子少根弦。玉儿，你要始终记得，男女有别。你最大的危机就是你的女儿身。除了阿娘和阿翁，还从未有人对我这么好过，事事都为我考虑得这般周到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阿娘到底受了什么冤枉？这仇人到底是谁？我能帮你，我真的能帮你。对不起，我不能说，我不想连累更多人。就算你不说，我也能想办法查出你的仇人是谁，这样才能好好的保护你。放饭的时辰到了，大家快去用饭吧。走，我还没弄好呢，快点儿！哎呀，知道了，等我一下，收拾一下。你们两个快点，今天初一，大膳房加菜，去晚了就吃不着了。好，好了没？走，快点，走吧。嫣然，走啊！走。嫣然，你管他做什么？卓大家在小绣房绘图，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让卓大家高兴的事情，人家巴不得希望我们都走呢。走吧，快走。
师傅，该用餐了。大家都走了。是，除了小豆子，其他人都走了。小豆子？这么说，小豆子已经开始给五才人制衣了。他正在绘制新的图样，但徒儿着急上来，就也没仔细瞧。哎呀，别剪了，别剪了啊！赶紧去瞧瞧，看看小豆子绘的什么，给谁绘的啊？哎呀，看见看见，哎，问仔细些啊，去吧。哇，这……七娘子子，你帮我瞧瞧，这图样我绘的可好？你绘的是《百鸟朝凤图》？正是。这是我见过最华美、最精致的百鸟朝凤图了。难怪师傅会对你刮目相看，你的心思和技艺确实比上福局的姊妹们要高出一筹。七娘子子谬赞，小豆子愧不敢当。今日卓大家命我们集思广益，我细细琢磨了杨妃的心思，这才想到绘制这幅百鸟朝凤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百鸟朝凤图就能合了杨妃的心思？先皇后仙逝之后，后位空缺至今，杨妃最受圣宠，也是唯一一个被陛下属意、差点封为皇后的妃子。杨妃自恃尊贵，自然是想在衣服的样式上彰显自己出类拔萃、卓尔不群的地位啊。哦，你说的有些道理。可是，既然杨妃若有此意，为何不直接言明，还要掏空大家的心思去猜呢？哎呀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这皇宫中有些事只能意会，不能言传。杨妃自然是不好主动开口，可我们做奴婢的得揣摩上面的心意，尽量把事情办在点子上，不是？只要合了杨妃的心意，锦绣前程就指日可待了。小豆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才来上福局几日，我百般的抬爱你，你却得了意，竟敢想越过我大家之位往上爬！告诉你，除非我死了，否则你休想！卓大家，您误会了，我哪敢越过卓大家去邀功啊？这张图样我本就打算绘好后献给您。小豆子明白，整个上福局的想法都是卓大家的想法，咱们上福局的功劳都是卓大家的功劳。小豆子就是想替您分忧罢了。这张小嘴巴巴的最会说，你心里边明白就好。这图样可是百鸟朝凤。回禀杨妃，正是百鸟朝凤。杨妃在陛下心中至尊至宠，
多年来，陛下一直命杨妃您协管后宫，这次又主持盂兰盆宴，百鸟朝凤，最符合您在后宫中独一无二的地位。卓大家果然有眼光。当年我家杨妃虽与后位一步之遥，但杨妃就是陛下心中的皇后。丹青，不要多嘴。卓大家这次果然用了心思，我很满意。不过你还需在绣制的工序上多下功夫，才不辜负了这图样。回杨妃，我昨夜彻夜未眠，想出了一个主意。说，若能选取百鸟和孔雀之灵语来做点缀，既可取其百鸟朝凤之意，又能彰显出杨妃您在陛下心中的尊贵地位。卓大家，此法甚妙，就按你说的意思去做。你一定要尽心。谢杨妃信任，我定会竭尽全力。才人，小豆子来了。小豆子见过武才人，这几日我认真设计了几幅图样，特地拿来给您过目。辛苦你了，拿来我瞧瞧。这儿没你什么事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才人，您的参汤好了，放那儿吧。玉柳呢？他又跑去哪里偷懒了？玉柳有事做，我正好闲着，就给您送来了。我觉着还是这幅牡丹图案的最好。牡丹，花中之王，花开富贵，寓意也好。武才人若是选这幅，我认为可以用最金贵的金蚕丝绣制牡丹花瓣，用天山玉来镶嵌叶子，方能凸显它的雍容华贵。如此甚好，就按你说的制办。哦，对了，切记要低调行事，切莫张扬，让别人学去了事小，跟其他妃嫔撞衫，那就大大的不妥了。是，我明白。杨妃，松涛送来消息。快说。小豆子画了许多图样给武才人挑，武才人选中了一幅牡丹图样，还说要用金蚕丝绣制牡丹花瓣，用天山玉镶嵌叶子，定要做得雍容华贵才好。牡丹，哼，武媚娘果然野心不小，幸好我存了心安排内应。卓大家这会儿恐怕还蒙在鼓里，真以为武媚娘不愿意在众人面前出风头呢。杨妃，以奴婢的愚见，干脆吩咐卓大家将金蚕丝和天山玉的库存藏起来，让小刀子抓瞎去。不必，让小豆子把这件衣裳制出来才好。
杨妃，奴婢不明白。武媚娘虽聪明，但到底年轻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居然敢用牡丹图。那可是长孙皇后最喜欢的图样。武媚娘不过就是小小的武才人，陛下刚给了几分脸面，她就得意忘形，居然敢用牡丹如意，这可是僭越。左卫律，副律莫坤来了吗？莫副律来了，已安置妥当。裴兄，贤弟，进来可好？啊，来。贤弟赶路辛苦了。今日我公务繁忙，不然一定亲自去城门迎候你。你的调令啊，是太子亲自下的，他还时常问起你何时能到长安。莫坤多谢太子殿下赏识，记挂。快坐吧。听说裴兄在御前赢了蒲巴弩，得了左卫律一职，可把我高兴坏了。只恨不能亲眼目睹那场精彩的比试啊！贤弟过誉了。你我一定要好好服侍太子，方能不辜负了太子的知遇之恩。莫坤一定不辜负殿下，更不能辜负自己年少时立下的志向。调令虽下，但手续还未完，贤弟先休息2日。哎，我这人最不惯混日子，不如裴兄先派些差事给我。我确有一事，你若愿意，便帮我查一查。不过，此事需暗中查访，切不可声张。裴兄只管吩咐，我定不负嘱托。你帮我查一查，长安重化坊库地岩钟与宫中到底有何关联？这宫中的卷宗或许会有什么线索，但是我也不确定。这库地岩钟是什么人？裴兄为何要查他？我有一个朋友遇到了麻烦，可是他不肯讲，我只能试着在暗中帮助他，希望他能脱离困境。啊，裴兄既不便说，我便不多问，竭力办好便是。有劳了，贤弟吃茶。哎，李管事，李管事，李管事，安氏之一案，安氏不就是小肚子的阿娘吗？哎，小顺子。李管事，哎呀，上月你被关掖庭，不入院差别人来送收尸档案，我还着实是伤感了一回。如今看来，此事已过去了。劳烦李管事您挂心了，这回我也差点被别人载入案宗，送到您这儿来了。哎呀，还是你来好啊，能陪我说几句话。李管事，这安氏逾矩质疑案，不是11年前的旧案了吗？您怎么将这陈芝麻事儿给翻出来了？这左卫律府不知为何突然要翻这老黄历，先去了大理寺翻案卷，又来掖庭查找卷宗。这不，我费了好些劲儿才把他找到。待会儿啊，好交差。这左卫律府为什么要查当年安氏的案子？这哪是我敢问的呀？让我找就找呗。来查这个案子的，多半不是什么好事。这咱们躲还来不及呢，何必知道这么清楚啊？李管事，莫副律，我要的案宗可找着了？找着了。您看是不是这个？
左卫律府为何要调查安大家的旧案？难道是要查小豆子？师傅，您跟我想到一处去了。您知道新上任的左卫律是何人吗？就是小豆子这次出宫时结交的那个裴行俭。此人现在是太子跟前的红人，他的职责就是护卫东宫的安全。小豆子现在和太子走得这么近，难免会遭人排挤。这裴行俭又突然不遗余力地调查起这宗旧案，十有八九就是要查小豆子的底细。你说的对，一旦裴行俭查出小豆子就是琉璃，无论于公于私，恐怕都会对小豆子下狠手。唉，这个小豆子呀，我说过他多少回，万事莫争上游，莫要与权贵再来往，可他就是不听啊。师傅，你说会不会是咱们想多了呀？小豆子曾经帮过裴行俭，这裴行俭他不该恩将仇报吧？人心险恶，不得不防啊。如若不是心存歹念，为何如此大费周章，派人去大理寺和掖庭去翻查11年前的旧案？师傅，如今曹王母子与太子不和，而当年安大家的旧案又与杨妃有关，或许这裴行俭是要帮太子调查杨妃的旧案，也未可知啊。希望如此吧。可不管怎样，这件事如果追查下去，对小豆子都没有好处。小豆子身上藏着这么多的秘密，又在杀母仇人跟前当差，现在还多了个分不清是敌是友的裴行俭。师傅，你说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小婶子，你记住，不管裴行俭是何居心，咱们都要保护好小豆子。哪怕是搭上我这条老命，也不能让小豆子出危险。小婶子，你以后要多留意一下杨妃那边的动静。小豆子怕咱们担心，总是报喜不报忧，咱们俩得多留心眼儿，替小豆子多盯着点儿。晓得了。裴兄，下去吧。是。我原本还觉得奇怪，裴兄新上任，为何着急去调查一个朝外的普通人家？一查才知道其中的缘故。此事竟与曹王的母亲杨妃有关。裴兄果然厉害。和杨妃有关。11年前，陛下有意封杨妃为后，却遭到朝臣们激烈的反对，陛下最后只得作罢。此事在当年闹得沸沸扬扬，裴兄，可有印象？此事恰好在我来长安参加明经科考前后，所以有些印象。裴兄要查的这位库迪言中，不过是个普通的小人物，可他娶的娘子却不普通，竟是当年名满天下的天下第一针安氏。据大理寺案宗记载，安氏当年给杨妃制作了一件封后大典上要穿的徽衣，但是后来杨妃并未封后，安氏因逾矩制作徽衣获罪，后来在狱中畏罪自杀。这库迪言中的妻室，不是曹氏吗？裴兄说的这位曹娘子是库迪言中的小妾。安氏被捉前，库迪言中就已经写下了休书，撇清了他与安氏的一切关联。自那以后，库迪言中就只有一个妾，没有正妻了。曹氏，教坊出身，
又如何能与安氏相比？那安氏可是陛下亲封的天下第一针，曾执掌上府局，深得先皇后喜爱。只因她厌倦了宫内的生活，这才求得先皇后恩典，辞官出宫去了。不久后，长孙皇后薨逝，安氏也销声匿迹。可没人想到，她竟嫁给再寻常不过的库迪言中。直到大理寺将她捉拿归案，这才与宫中又扯上了关系。这安氏可曾生有此嗣啊？安氏有一个女儿，唤作琉璃。事发那年不过才7岁，就与她阿娘一同被捉入掖庭。我又去掖庭查看了当年的档案。据档案记载，安氏是在掖庭掐死女儿后上吊自尽的。唉，这小孩也是可怜，小小年纪就枉死在宫中。玉儿自小在宫里长大，借衣冠隐藏身份，只因她是戴罪之身，是掖庭劫后余生的死囚，一丝不差，就是这么回事。裴兄，啊，我在想，这丰厚的徽衣理应由宫内的上服局制作，为何会由安氏做了送给杨妃？这不合情理啊！此事你可追查？裴兄所说，也正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。大理寺案中记载的是，安氏为了巴结杨妃，在杨妃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私自给杨妃制作皇后徽衣。不对呀，安氏当年一心出宫避世，不惜离开喜爱她的长孙皇后，为何过了若干年又改变心意，冒着谋逆的风险制作徽衣送给杨妃？这前后矛盾啊！也有传闻说，是安氏出宫后才知民间疾苦，所以又想回宫中当差。安氏是陛下御封的天下第一针，他若想回宫当差，上服局求之不得，何以出此下策呢？又或者是杨妃，当年听闻陛下要封她为后，所以命人逾矩制作了徽衣，没想到封后之事作罢，逾矩制衣被人发现，所以找了安氏定了罪。裴兄这么推测，比起安氏谋逆作乱的动机要合理许多。又或者根本就是旁人为了仕途前程，主动去讨好杨妃，私下逼迫安氏所为，也未可知。只是事情过去了这么久，安氏又在掖庭自缢，早已死无对证。安氏除了女儿，可还有其他亲人？安氏是胡人之女，娘家有2位兄长都是胡商，其中一位叫安四郎，在西市开了一家家鞋店。可是如意家鞋，没错。安氏母女死后，尸首去向何处？掖庭可有存档？安氏母女死于狱中，尸体均由不入院收敛。不入院，再不会有错了。玉儿就是安氏之女，就是当年武才人托我代理武府，之后又被大理寺捉走的那个孩子。玉儿在掖庭被孙德成所救，从此拜孙德成为义父，扮成防疫医官，在不入院长大。玉儿，不，是琉璃。琉璃本已逃出宫外，却又执意回宫进了上服局，定是因为找到了仇人的线索，想要为母报仇。我终于知道他是谁了。哎，小豆子，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在东宫当值吗？怎么在这里啊？我刚才去上服局找你，他们说你去闲职店办差了，所以就特地在这里等你。你这么着急找我，可是发生了什么要紧事？你不用担心，我来就是想当面告诉你，能再见到你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前2日太子请吃酒，我们不是刚刚见过吗？你特意来就是为了说这个？我确认了一些事情，心情变得很好。总之口说无凭，这里也不是长久虚化的地方。明天傍晚时分，我带着物件去找你，我保证你见了一定欢喜。什么好东西啊？明天你就知道了。总之，能再见到你，我真的很开心。还有，
我们真的很有缘分。找了你11年，没想到你已经来到我身边了，终于可以物归原主了。你一定会很开心，很开心吧？师傅，您若想知道小豆子为武才人制作的礼服样式，当面问他就好。您可是上服局的大家，这样私下翻找他的起屋，若是被他撞见就不好了。要是当面问能问得出来，我还至于这么偷偷摸摸的吗？你用不着紧张，小豆子被我支去干活去了。我是怕被他撞见，有损了师傅的声誉。武才人钦点小豆子为他致意，两个人遮遮掩掩，分明就是在酝酿着什么计谋，好让武才人在盂兰盆会上一枝独秀。哎，这杨妃不知为何，偏偏也发了狠，也要艳压群芳。咱们如果不提前摸清楚武才人这边的底细，万一失了手，让杨妃的礼服输给了武才人，哎，那为师还有什么颜面？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帮我一起找啊！仔细搜。是。找到了！啊！我总怕哪里出了错，这回就对上了。师傅，您是说什么对上了？你不用知道。武才人和小豆子自作聪明，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杨妃平日里不出手，这一出手，果然狠辣精准，技高一筹。我阿娘有一个稀有的宝贝，
被坏人盯上，那人想要据为己有，所以想要谋害阿娘和我。阿娘被人害死，我被好心人相救，经过9死1生才活了下来，藏身不入院。至于在皇宫里女扮男装做医官，实属为了活命。对上了，一切都对上了。当年卓锦娘对安大家痛下杀手，对琉璃紧追不放，为的应该就是安大家的金针和秘籍。我差点就害了琉璃。如果我现在把金针交给他，只会给他带来危险。到时候，他非但不能保护好母亲留下的金针和秘籍，恐怕性命都将难保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如此心不在焉的。还说呢，卓锦娘疯了，给我布置了一堆活，命我3个时辰内完成。今早出门急，我把惯用的工具落寝屋了，还得回去取，没工夫和你多说了。你不能去。为何？他支开你，就是为了搜你的寝屋。你若回去被他撞上，反而坏事。啊，我说呢。给我派这么多活，原来就是为了这个。他想搜就让他去搜，我不怕。这里不方便说话。今夜戌时，畅春湖边，我等你。畅春湖？好，就畅春湖。师傅，杨妃这次性情大变。行事颇为高调，丝毫没有避讳。哦，徒儿还听说，朝臣们为了拍曹王与杨妃的马屁，不惜重金收集鸟语。如今这长安城内鸟价飞涨，若是名贵品种，更是一语难求。哼，杨妃在陛下心中的地位再高，也毕竟不是皇后。我总觉得这件事会不会和小豆子有什么关联？最近我这右眼皮总是跳个不停，就怕映在小豆子身上。你这么一说，跳得更凶了。小豆子行事如此冒险，师傅，要不要去劝劝他呀？这件事如果真的跟小豆子有关联，那现在就是箭在弦上。小豆子就是想收手，也不太可能了。裴兄，贤弟，你不是说要给一位朋友送什么东西，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想了一下，这东西还是由我代为保管，对他、对东西都更安全。嗯。对了，你怎么在这儿巡夜呢？今日当值的巡夜侍卫有一位告假了，那我就自告奋勇来替职。反正我还没有正式分配差事，在宫中走动走动，正好先认认路。好，那你快去巡夜吧。